最近这段时间啊，随着网上对于王志安的攻击进入白热化，我不断的在我的这个推特时间线上看到几个字啊，说他是中共的大外宣啊。今天就不自量力，我想来看一下，就是能不能解开这个中文互联网的一个未解之谜，到底王志安是不是中共大外宣？要解开这个谜题的话呢，我会使用一个自己的方法论。首先，我会大概的厘定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大外宣。你如果想要挖一个宝的话，你最好在挖之前大概知道你要找什么。对，第二个步骤呢，我会归纳整理一下啊现有对于王志安的各种指控的理由。然后第三个步骤，我就会根据这些指控的理由是不是与他的这个指控相关，以及指控是不是有效，来进行简单的一个过滤。过滤完之后呢，我会来就是检查一下这些指控的理由是不是属实，或者是如果说是一些观点类的，我会用 AI 进行内容扫描，然后来判断他的这个观点的指控是不是有道理。最后的话，我们根据这个核查的结果，得出本次调查的最终结论。那首先，大外宣顾名思义就是针对海外墙外进行一个宣传。那如果国内发生了一些负面的新闻的话呢，那这个大外宣它就会肩负着想要就是抵消这种负面的这种新闻对于世界舆论的一个影响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第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这个大外宣的作用就是一旦出现负面的舆论的时候大外宣要担负起一个灭火队的这么一个作用。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key 的一个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OK， 那我们现有的我看到在我自己的时间线上比较大的这个 YouTuber 对于王志安的指控主要是来自于比如说文昭啦、龚子沈啊、巴囧啊、陈老师张瑶台湾的年代新闻、三立新闻他的老对手方舟子以及王志安他本人，他其实也论述过到底什么是大外宣。OK，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听一下这个文昭老师他怎么看，到底什么样才是大外宣？我们还是得能去鉴别这个外宣的套路是什么，是有迹可循的。谁是台湾真正的朋友，谁不是呢？就官选这个问题来说他如果谈台湾民主的成就效率、开票唱票的程序公正结果的公正，在这些事件上做细致的分析，而且认真的和其他国家的这个民主程序做比较，那我认为这样的人，不管是提出赞扬还是批评，他都是台湾的朋友，是真正关心台湾命运的朋友，也是与热爱自由的台湾人站在一起的朋友。相反，如果对这些事情避而不谈或者就是轻描淡写，主打什么乡音乡情、家乡风味动辄就把什么大家都讲中文挂在嘴上，主打血浓于水、感情牌的什么打断了骨头连着筋，而且还时不时的阴阳怪气，拿出一些小事细节做发挥，比如说这个候选人拜票的敞篷车怎么看不惯啦，这个选举造势活动又怎么煽情不真诚啦。我简单归纳一下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文昭老师他觉得如果你是台湾的一个朋友的话，你就应该会就是比较正面的看待台湾的民主成就完了之后呢，如果你是整天就是喜欢统一就是宣扬所谓的大一统的思想，然后整天就是批评一些台湾的一些什么地方不如欧美日啦，这样的话你就很有可能会是一个这个大外宣。 OK， 然后第二个是龚子沈我这边其实大量的使用了人工智能来扫描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一些视频一些内容，我会在稍后呢也会详细介绍一下我是怎么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当然这个龚子沈这个其实也是他在前一段时间的一个视频，因为他没有附上他的这个字幕，所以我会先把他的这个视频语音转成文字，然后我用人工智能读他的文字内容 OK， 然后人工智能总结这个龚子沈认为什么样的人是大外宣。第一个就是攻击民进党，然后就是讽刺台湾的民主是虚假的，然后宣传大一统就像文昭刚才说的是一样，然后攻击法轮功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就是就是可能跟共产党的这个宣传是保持一致。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反共的大 V 叫做巴囧，
然后他觉得就是通常来说如果你会攻击这个台湾民主，攻击民进党，然后攻击这个法轮功，然后对女性不尊重，他觉得这些是比较可疑了。接下来也是一个长期的反共大 V， 叫做陈老师他觉得什么样的一个人会是中共的大外宣呢？首先他觉得是这个王志安在很多时候跟他的这个言行他的这个视频当中，或者他自己的一个发表的一些言论，跟中共跟中国政府的这个言论保持高度一致，他觉得这个非常可疑。第二就是批评这个台湾的选举啦，然后因为自己来自于央视这么一个背景嘛，所以觉得自己非常专业，看不起其他的这些自媒体人然后这个封城期间当然也是一样，就是跟中国政府的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另外就是批评民进党当然这个陈老师他自己也在他自己的这个视频当中提到，就是他觉得他刚才提的这些疑点也都是一些间接的一些猜想，并不能直接用来证明就是王志安是一个大外宣，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接下来是另外一个长期反共的这个大 V 张瑶，然后他的观点比较零散了，当然提到就说就是不尊重妇女，然后没有同情弱者。另外有一个比较实质性的指控，就是说他克扣王志安自己团队人员的这个薪水。这个他提到就是有五毛跟网军为他辩护，不过这个好像并没有非常实质性的一些证据。你总不能说王志安的粉丝是五毛或者是水军吧？他还说有人民跟政府因为揭露王志安遭受网络攻击，我觉得好像他这两点都没有看到非常详细的一些证据。他如果有更详细的证据我们再看。不过他有提到一点，就是他觉得王志安曾经在2022年初回国去寻求经费支持，并尝试与中方建立联系，这个是他比较就是实质性的一个指控了哈。接下来是台湾的连带新闻提到王志安有可能会是特务，他提到几个点，第一点就是他甚至能够跑去采访柯文哲的妈妈，这个感觉好像到处能到处瞎逛，到处去试探，这个很可疑。然后第二点就是他提到王志安毕业的学校据说是培养特务的。第三点就是因为其他的那些参选团都不愿意跟他为伍，显得觉得好像大家都知道他是亲共的这个势力哈。OK， 方舟子呢是王志安的老朋友了，我觉得不过我觉得在看了这么多人的指控当中，我觉得方舟子的指控是最有实质内容的，难怪，毕竟人家是受过高等教育，我觉得他虽然这个人有点小肚鸡肠，但是他说的内容我觉得是挺实际的。第一点他讲到就是王志安说自己是6·4期间的一个学生领袖，但是按道理来说你参加6·4运动应该会被记上档案，然后很多单位都可能去不了。但是他提到就是王志安他自己的分配，他的职业发展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很可疑。而且方舟子怀疑他是当时政府派到就是89学生运动当中卧底的一个人，这一点我觉得如果他的这个指控是真实的话，确实是可能是一个实锤哈。然后他提到比如说王志安他的这个频道粉丝增长的非常快，然后觉得要么就是有非常专业的团队，要么就是有党在后面推动哈。这个我们先迟一点再讨论。然后另外他提到就是很多时候王志安的这个视频当中，他的这个节目的论点一有什么重大的舆情、重大的热点，他都不会跟海外其他UP 主的这个言论保持一致，都是跟政府的言论一致，这点相当可疑哈。另外方舟子他也提到就是这个王志安他背后一定是有什么资本运作，他有资金来源不会这个来源不会与政府对抗，所以他也觉得有可疑。然后方舟子提到的最后一点就是他觉得王志安可能因为他自己曾经是做过央视的记者嘛，所以他一直以这个身份为傲，然后也一直想着说我想被政府招安，我能够
回去继续做我之前的这个中央电视台记者。所以这个是方舟子的一些怀疑的点。然后呢，在台湾的另外一个三立新闻网，他们提到就是比较类似的一些观点，觉得王志安经常帮政府洗地啦，他曾经就是打击台湾的政坛人物啦，然后比如说他又提到一些热点新闻就是对，这几个都是热点新闻，以及最后一个就是为什么他也跟那个台湾的就是年代新闻一样，觉得他毕业的学校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呢，王志安他自己也在一个自己的视频当中回应过，他觉得为什么他会被人家认为是大外宣？第一个就是刚才也提过几次，就是因为他自己在央视工作过那么久，一直都是体制内，那有可能是就是国家和党派他出来，就是在墙外创建一个这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你在体制内工作这么多年嘛，你是有原罪的。然后有人说他是因为没有像其他的那个反共的那些大 V 那样，就是反共的那么彻底经常就什么打共产党什么之类的，他比较温和然后甚至有时候会说一些共产党的好话，夸奖中国的一些经济成就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整天想着被招安，所以他觉得这几个方面是为什么他会被人家整天说是大外宣的一些原因。OK， 那我们把刚才提到的那些点呢，把9个不同来源的这些指控整理一下，就是分成主要是事实类的指控跟一些观点类的指控。事实类的话就是按道理来说他应该被封禁不能回国嘛，因为你都已经是被打出来的，但是他却能够在2022年初的时候回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控。第二个就是你60学生领袖没有道理，你的职业生涯会不受影响，对。然后第3点就是他这个毕业的学校是不是真的就是传统上培养间谍的学校。然后第4点就是他一直都以自己的央视出身为傲，然后整天想着回国发展下面一点就是方舟子提到他的这个资金来源跟运营模式都很可疑。然后有这个张瑶提到他克扣团队人员的薪水。然后这一点是连带新闻网提到，就是他到处乱逛，在台湾的时候他能够到处乱逛，到处去刺探，感觉像个间谍一样，这个行动非常可疑不过我看到非常多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提到的一点就是王志安他感觉上是肩负着一个任务就是帮助这个政府在海外平息这些重大舆情，就是能够起到一个灭火器的这个作用。以及也有不少人都提到，就是他老是在宣扬大一统就是反对台湾独立，然后批评台湾民主，就是间接就是帮助大家打破对于台湾民主的幻想，还是觉得共产党好。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在海外恶意的攻击法轮功跟民运，你这不就是在帮共产党的忙吗？当然也有人提到他不尊重女性什么不尊重弱势群体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指控整理成这几类。完了之后呢，下一个步骤我们就会根据他的这些指控是否跟我们大外宣有关联，以及他的一些指控是不是无效，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过滤比如说我们会认为呢，这个克扣团队人员薪水这些东西感觉不是特别的跟这个指控相关，以及他这个以央视为傲想回国发展这种事情，还有一点就是你到处乱逛形迹可疑，我觉得这几点不是特别值得去辩驳。另外的话就是不尊重女性跟弱势群体，我觉得这一点跟刚才提的那3点一样，都是你这些东西可以安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跟你是不是一个大外宣我觉得没有直接相关性。完了以后我们把这4点删掉之后，剩下主要就是7个方面的一些指控。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其实看到在提到尤其是方舟子本人他提到的一些指控，他自己也承认就是他的那些指控并没有一些实质性的证据，甚至他在一开始他的视频当中就提到他是来自于法轮功媒体的一些指控，他甚至都不是说自己本人的一个指控。所以我们见到有2个指控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我们会把这2个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指控也把它删掉。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会对剩下的几个指控的内容进行一些事实核查。然后首先我们会对事实类的指控进行核查，这就是包括2点，一个就是封禁回国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毕业学校的问题
首先，第一点就是很多人都提到，就是既然你王志安都被体制内就是驱逐出去了，你都已经被人赶出来了，你有什么道理还可以就是潇潇洒洒的在2022年4月能够回国转一圈，一点事都没有呢？这个就是很多人的一个指控。根据这位曾铮女士的说法，前中国记者赵兰健和另一些异议人士透露，王志安那次回去是去向中共寻求经费的，而中共方面要求他要将他的频道经营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就是这一段信息的真实性，你们自行判断啊。那这些有很多的猜测的成分。我还是那句话。所以呢，这个关于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比较容易去澄清的，因为他们自己的指控说王志安是在2022年4月份回国，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去到王志安的这个 YouTube 的这个频道来看的话呢，其实他是在2022年5月才开始正式发布第一个视频，而且并不是一开始发视频马上就跟中共翻脸，所以他没有那么快被封禁了。而至于他们提到什么招聘跟什么索要经费这些，我觉得似乎他们拿不出来一些实质性的证据，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事实核查。OK， 第二个事实核查就是讲到王志安的毕业学校的问题啊。王志安跟秦安竟然是同一个特务学校吗？应该讲这样子，他们念的都是武汉大学的政治系，但是武汉大学政治系对外讲就是说他是培养特务的。那我们来看到王志安跟秦刚，秦刚哪里去了？秦刚不就是涉及到所谓的间谍案双面谍？结果呢，外交部长没了，人也不见了，你不觉得非常奇怪吗？这一点比较容易澄清了，因为首先第一点，他们两个毕业的不是同一个学校了。王志安他是就读武汉大学化学系，后来转到政治学院其实这个政治学院现在的名字叫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而秦刚的话呢，他毕业的是北京的一个国际关系学院，这个学院传统上是属于外交跟情报系统的，所以你说秦刚毕业的那个学校是传统上培养间谍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王志安的学校跟秦刚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城市，所以这个纯属于我觉得捕风捉影了，而且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核查错误，不应该在一个新闻媒体出现了，我觉得他们这是挺丢脸的一个事情啊。很多人一直在指控王志安他自己的视频永远都是在维护中国政府，一有什么重大舆情的时候，都不是像其他的那些大 V 一样，就是打倒共产党就是他的观点永远是很温和，甚至自觉不自觉的想要维护就是保持跟政府的这个一致。那我们就会看一下以下3个点。第一点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帮政府平息重大舆情，第二点他是不是一直在就是恶意攻击台湾民主，恶意攻击法轮功跟民运。 OK， 然后呢我们看第一点的话，我们刚好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人就是发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就是提到就是非常经典的，他们老是反反复复会提到说王志安为什么觉得你是大外宣，是因为你在这些非常经典的一些重大舆情上面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反常所以呢他们列出了10个 case。 那我觉得这10个 case 呢基本上我都会拿过来全部分析一遍。但是四通桥事件我看了一下，它并不是一个视频，只是王志安在推特上发了一个文，就是只言片语了，所以我会最终会换成胡锦涛的这个事件。王志安曾经发推特说人家台湾是3流的政客，关于这个事情我在我自己的频道当中曾经发过视频分析过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到就是属于王志安攻击台湾民主这块去分析了，我把它会替换成李克强事件。 OK， 我们现在开始在开始之前的话呢，我会先简单就是介绍一下我使用的方法。我会使用 ChatGPT 来就是扫描王志安的这个视频内容，来理解这些视频跟文字内容。完了之后，我基于ChatGPT 的理解，我来问他就是到底王志安你是不是在帮助中国政府来隐藏事件的真相，或者是你在吹捧中国政府。我这样做的话有2个方面的好处。第一个好处的话是因为是人工智能嘛，所以他的理解是比大多数人的理解要更准确一些。第二个好处就是
人工智能它会避免我个人的一些偏差啊，不管是因为理解上的偏差，或者是个人的偏见导致的这个结果出来没有说服力，因为始终都是一个第三方的 AI 嘛，所以你换的是我，或者是不管是喜欢王志安或者是不喜欢王志安，哪个阵营的人来做，结果都会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说明。OK， 我会使用了一个AI 工具，大概的一个操作就是这样，我会把王志安的这个视频的链接放在这个地方，然后 AI 会去读取视频那边的内容，完了之后它会生成一个简要的一个就是概要，然后我再直接问他一些问题，这个人工智能呢就会根据他从王志安的视频当中得到的信息来回答我的问题，所以它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就是从王志安的视频内容当中扫描得到的结果来回答我的问题。OK， 所以呢我们来开始第一个非常经典，就是反反复复王志安曾经被很多人去诟病，被很多人批判他在铁链女案上面的一个表态，说他是没有人性的。OK， 这个其实我看了一下 AI 对于这个案子的分析了，就是王志安其实发了2个视频，我觉得他的这个事情的分析是想尝试脱离简单的一些就是正义或者是什么一个审判，他是想要上升到就是对于这个拐卖妇女问题的一个复杂性对于社会对于精神病患者家属的一个理解各方面，就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王志安在铁链女事件这个视频上，其实他是想尝试把一些就是传统的这种案件进行一个拔高的，想进入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探讨，所以他的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内容是想要更深入一些的，包括什么刑法的一个迁移性原则怎么样保护精神病患者的家属，跟怎么样去更好的保护妇女的权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就问了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王志安到底是不是真的尝试在为法院跟政府的行为进行一个辩护，然后这个人工智能给了我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就是王志安他并没有为政府来辩护。所以我觉得第一个case 铁链女事件，我们已经知道，就是你在这个事件上攻击王志安似乎是站不住脚的。然后在王志安第2个视频，就是在意铁链女这个事件上，同样的人工智能也不认为王志安是在为政府的行为做辩护，相反他觉得是王志安实际上是批评了政府行为的。 OK， 第2个案例是叫做胡鑫宇案，这个也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案子。同样的人工智能认为王志安他并没有为执法单位去辩护和开脱，他也没有想要尝试隐瞒事件的真相所以我觉得对，这是第2个案子。第3个是流浪气球案，这个也是很多人攻击王志安，就是明明很多人都觉得一开始就觉得是间谍，这个气球偏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很牛，你觉得是民用性质的，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你是在有意的想要就是为中国政府来开脱。那其实我们如果用人工智能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更加准确的一个理解，因为人工智能觉得说他其实王志安当其时他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并不是说100%肯定这一定是民用，他说了就是个人倾向于是民用的可能性更大，他没有100%断言一定是民用的，这个是第一点需要澄清的。第2点的话呢然后人工智能认为就是王志安在关于流浪气球的第1个视频当中并没有为了想要维护中国政府而就是特别选定了一个政治立场。然后呢在他发的第2个视频当中，他就王志安就开始就是承认自己被打脸了，所以他是认错了因为他根据最新的信息，他认为应该要修正自己的说法，不是民用的而是军用的。完了之后呢，人工智能对于这个就是他的被打脸的这个视频呢，他得到的信息认为王志安的观点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因为事件的信息
释放出来更多，他会进行修正，但他并不是为了要为中国政府找理由开脱而修正他自己的观点。 OK， 所以这是第3个 case。 第4个 case， 很多人说王志安他是帮中国政府来吹捧一带一路多么了不起，然后来帮这个政府来吹嘘歌颂共产党跟习近平。然后这个人工智能也再一次表示说他其实作者并没有吹捧这个一带一路或者是歌颂共产党，他的评价是比较客观也是比较复杂的，他既有积极的一面，他也有一些保留的看法，所以它是一个多维度的分析人工智能认为它并没有就是单纯的吹捧或者歌颂。 OK， 接下来第5点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在这一点上呢，其实人工智能它承认了，就是没错王志安他的确是肯定了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成就他觉得这个中国式的这个现代化的确取得了一些发展，但是呢人工智能也非常肯定的告诉我说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作者这样肯定这个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吹捧或者歌颂，而是呢他对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持着一个审慎乐观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对这一点，我觉得他人工智能的这个评价是相当中肯的。第6点就是枫桥经验，我看到很多其他的这个自媒体的大 V， 很多 YouTuber， 他们一讲到这个枫桥经验都觉得是这个共产党想要斗群众，什么文革要来了什么之类的，所以很多人就会攻击说你这个王志安，你看吧，你就是大外宣，你整天就说哎呀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一个实践大家都觉得好，你就是吹捧共产党。但是人工智能再一次给这些大 V 打脸了。人工智能其实很肯定的告诉我，就是不能简单的断定作者是在吹捧枫桥经验。 OK， 也不是说一个非常简单的是吹捧或者是就是赞颂习近平什么之类的。接下来是这个血槽姐的事件，然后人工智能同样告诉我说，作者没有尝试在维护相关医疗单位的一个声誉或者为政府来辩护，相反的他是在对新闻事件的真相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他同样也质疑了这个可能存在的一些就是官二代的那些或者官三代的这些特权问题。下面是这个江西福彩事件，然后人工智能告诉我们这个王志安他没有直接维护政府，反而告诉我说这个 UP 主的这个态度是批判性的。 OK， 施通桥事件的话，他并没有发视频，他是发了一个推特，然后他说在这个推特上他不认为这个彭载舟是反抗暴政的英雄，就这一个话呢就激起了很大的反弹。但我觉得这个只言片语，如果你没有非常通透的就是足够长的时间来表达自己，很难评价。但是我看到这个犀利奶爸他自己在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这个视频来分析这个事情，然后他自己我觉得根据人工智能的判断，犀利奶爸其实也并没有就是说他是外宣，反倒认为王志安的工作他提供的信息具有独特的价值。 OK， 所以我把这个施通桥事件换成了胡锦涛被架走的这么一个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其实人工智能也告诉我，作者没有在尝试维护共产党的这么一个声誉，或者想尝试隐瞒新闻事件的真相。 OK， 在李克强意外离世这个事件当中也是一样的，就是没有相关的信息可以让人工智能据此得出结论说王志安是在想要隐瞒事件的真相，或者是带节奏什么的。 OK， 所以就是根据刚才这一系列的就是舆论热点，我们进行一个内容的核查之后，人工智能得出来的结论就是除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案子上面王志安就是表现说他是在肯定政府取得的成就，但也同样不是无脑的吹捧政府。除此之外，所有的其他9个案子上面，我都从人工智能这边得到非常肯定的结论，就是
王志安他并不是在无脑吹捧政府，也不是说跟政府保持完全的一致，他有他自己的对于新闻的解读、分析跟自己的判断。你可以说有时候他可能想要追求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或者是想要有些标新立异或者是想要让大家有一种或者是不是简单的流于就是看到一个新闻之后骂爽了骂够了就算了，而是他想要启发你去思考去想更多。所以这个是对于这些舆论热点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筛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王志安他是不是真的在恶意的攻击法轮功或者是台湾民主。我们首先在他自己王局的一个关于我如何看待法轮功的这个视频当中人工智能扫描了他这个信息以后告诉我们说他虽然提出了对法轮功的批评跟质疑，但是呢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无端的恶意攻击的倾向，而是表示了一些担忧跟不认同，也没有明显的这种逻辑或者事实的错误。所以我觉得由此看来，虽然很多法轮功的媒体非常讨厌这个王志安，但我觉得王志安在对于法轮功的这个评价上面还是表现得相当专业相当克制的。据我所知他自己本人也有一些就是跟法轮功相关的一些不愉快的一些经历吧。 OK， 接下来在这个所谓的贺龙夜夜秀这个脱口秀节目当中王志安发表了一些关于台湾民主的一些批评，然后但是根据人工智能的这个总结的结论呢，就是他表明王志安主观上没有进行这个恶意的攻击，相反他是对这个台湾的民主有非常积极的这么一个态度的。同样的，之前呢这个王志安也曾经参加了这个叫做匪夷所思的这么一个脱口秀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虽然他对台湾民主提出批评，说是劣质民主，但一样我们也不能从他的评价当中得出王志安是在恶意攻击台湾民主这么一个结论。因为人工智能认为你如果是一个恶意的攻击的话，你通常是用一些不实之词，或者是有意破坏他人的名誉类似的一些比较下三滥的手段。所以而且另外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佐证，就是这个匪夷所思的这个主持人他自己专门写过一篇就是长文，就是讲他跟王志安的一个交往。而这个作者他也不认为王志安是出于一些恶意来攻击台湾的民主，相反他认为呢王志安对于台湾的一些民主的批评是没有敌意的，而且是出于一些实际的考量的。对，而且他也不认为王志安是中国的特务或者是大外宣。 OK， 所以我们把刚刚就是事实核查跟内容核查的结果简单做一个更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指控都是不成立的。所以根据刚才我们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事实核查跟内容核查，我们目前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就是截止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方拿出非常实质有效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说王志安是中共大外宣。当然本人因为这个时间有限能力有限可以用到的这个手段跟方法毕竟也是非常有限度的，我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拿到一些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组织部内部的一些人事档案，或者是可以通过金融机构找到王志安的这个账目往来，所以我没有办法从人事或者从金融的角度拿到实锤的铁证可以用来证明王志安是或者不是中共大外宣所以我的结论只能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实锤可以用来证明王志安是中共大外宣。这是我本次全网独一无二进行一个独立的调查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如果我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